While I was in Hong Kong, I kep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a diary, which I hope proves reasonably satisfactorily that there was a British colony at Hong Kong and that it was a free society. 香港確實曾經係一個自由嘅社會，但過去25年起咗好大嘅變化。李家超先生進場，有請。但係特首選舉就由第一屆嘅3位候選人到今年只係剩低1位，即係大陸所講嘅等額選舉。立法會內近乎清一色係建制派，昔日嘅議員、民主派人士被捕。嗰個風險不停咁上升緊咯，即係只要佢係一路拉，個急劇嘅轉變，但令到所有嘅人都認清緊佢係乜嘢嘅本質。The last governor, Chris Patten's words in his final speech at the handover ceremony, where he said, "Hong Kong people running Hong Kong," that's clearly not happening. 各位长，升旗仪式将会在7點55分開始。金紫荊廣場嘅升旗儀式，今年4月開始改用中式步操進行。殖民地嘅英式步操傳統將會成為歷史。今年7月1號之後，香港所有紀律部隊各項典禮儀式將會全面改用中式步操。Hong Kong, I think, is really moving towards becoming just another city in China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ule. 相比呢啲去殖民地色彩嘅細微變化，香港人更關心仲有冇回歸時承諾嘅港人治港同高度自治。原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辭職參選新一屆特首，並冇競爭對手。提名期結束後，佢先至公布政綱。我會增強政府嘅執行能力，加強團隊精神，以結果為目標，共同解決問題。呢一場特首選舉嘅結果，未投票已經知道。2014年香港爆發歷時79日嘅雨傘運動，市民爭取真普選，反對人大831決定。基本法曾經承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但人大作出831決議，限制參選人資格同數目。特區政府提出嘅政改方案被指假普選，最後被立法會否決。2017年嘅行政長官選舉最終冇普選，由選舉委員會1200人投票選出。今年李家超喺投票前最後一次競選造勢會喺會展室內舉行，參加嘅只有選委會成員。2021年全國人大作出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嘅決定。選委會嘅組成經過改動，委員改由團體而唔係個人投票產生，被批評係民主倒退。咁大家都要面對一個客觀現實，就係社會都經過一個好大嘅動盪嘅嚇。咁對中央政府嚟講，佢康全係數咧係受到即係一種威脅啊咁樣。今屆再次晉身立法會嘅狄志遠，身兼社福界嘅選委，係少數仍然由業界合資格選民個人投票選出嘅選委。佢自稱係非建制派。咁我覺得嚟緊要望前邊咯。既然基本法話明有雙普選，咁我哋以雙普選為目標。而家嚟講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啫。5月8號係特首選舉日。進行投票嘅會展場內外戒備森嚴，警方話派出咗幾千名警力，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立即實行雙普選。社民連3個人去到會展場外請願，要求普選行政長官，係全日最公開嘅反對聲音。喺決定未來5年特首人選嘅呢一日，一般香港市民冇份參與，對呢一場預知結果嘅選舉，亦都唔係好關心。呢日啱啱好係母親節，好多市民一家大細外出慶祝。投票場內氣氛亦都輕鬆，1428名選委投咗票，投票率97.7%。所得嘅支持票數係1416票。喺不記名嘅投票中，結果只有8票冇支持。李家超成為歷嚟最高得票嘅香港行政長官。今日係行政長官選舉日，係重要嘅對我嚟講，但係今日亦都係母親節。再衷心感謝每一位去關心今日選舉嘅所有朋友同埋市民。2019年6月之後嘅大半年，社會運動不斷升級，示威者同警方爆發大規模衝突，社會出現嚴重撕裂。同年舉行嘅區議會選舉被視為一次政治表態，非建制派大勝。2021年3月，全國人大大幅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強調要落實全面管治權同愛國者管治模式。新嘅選舉制度仲係唔係香港人心目中回歸時承諾嘅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政府總部喺回歸後嘅2011年搬到天馬南呢度，設計嘅概念係象徵開放政府嘅門常開。依家平時有好多市民嚟玩，示威請願就幾乎冇啦。香港行政立法中心曾經係回歸後香港人嘅抗爭之地。2014年示威者衝入公民廣場，揭開雨傘運動序幕。2019年反修例運動示威者強行衝入立法會，立法會大樓被破壞。大幅修改咗選舉制度後，立法會大樓已經修復，議事堂內加上咗國徽，再冇唔同政黨針鋒相對嘅場面。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數目增加到90人，直選議席減到20席。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民主派冇參選。狄志遠係唯一自稱非建制派嘅議員。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一個獨特嘅國際城市，應該點樣定位同埋發展？呢日立法會辯論財政預算案，討論並冇以前嘅火藥味。喺唔夠2個鐘嘅議員發言，預算案獲得近乎一致通過。2022年撥款條例草案。狄志遠話唔會做好多政治表態，要爭取空間同建制派合作。我投棄權票，我就唔係為棄權而棄權嘅，純粹我有我哋觀點，我相信議員明白我個基礎啊，或者我立論點，咁呢個對於佢哋諒解我唔會排擠我哋係有幫助。第二方面呢，我都要好努力尋求大家可以合作嘅空間。97年主權移交嘅時候，立法會機關亦都經歷過一次大換班。回歸前，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97年前最後一屆立法局嘅民主派議員未能夠過渡，由臨時立法會取代。回歸第一日，民主派議員返到街頭。民協嘅廖成利97年嘅時候並冇跟隨其他議員落車，民協係唯一參加臨時立法會嘅民主派。我係一個民主回歸派嚟嘅，即係同意係
我哋香港要回歸翻祖國啦。咁而喺呢個冇咗直通車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只能夠有一個臨時立法會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唯一嘅選擇咧就係喺度留翻喺嗰個臨時立法會嗰度咧，就為香港人咧就緊守崗位啦。廖成利今年再次出任民協主席，佢形容回歸25年，民主運動翻返去原點。講到政治，佢話經常重睇司徒華呢一本書。咁我都 mark 低晒嘅咧，阿華叔咧當時回憶翻成個香港個政治制度個發展啦，由呢個97年嘅臨時立法會一路講到去呢個5區公投嚇，回歸嗰時嗰一刻，去到而家呢一刻，咁啊中間咧又真係有起起跌跌啊，大風大浪咁樣嚇，即係咁嘅情況，就好似向前行幾步，又向後褪翻幾步咁樣嚇。咁然後又好似個 circle game 咁樣，成就去翻個原點咁食。但係喺成個過程中咧，個情況咧就人民已經覺醒咗啦嘛。咁我而家咧就係喺個基礎已經唔同咗啦嘛。2021年被大幅修改後嘅立法會選舉，民主派政黨冇參選。喺新嘅政治環境下，傳統嘅反對黨未來只能夠集中做地區同民生工作。我哋嘅集中我哋所有嘅力量咧，都係落翻去地區嗰度啦，做深耕細作嚇。咁我哋就民生為我哋嘅主要嘅方向啦。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參與政治面對好多紅線。47個參與2020年立法會初選嘅民主派，舊年年初被捕，話佢哋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雖然至今仲未排期審訊，但被捕人士一直被還押。曾經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嘅年輕人，紛紛消失喺香港政壇。前學聯成員羅卓瑤考慮到人身安全，依家到咗英國。個社會嘅氣氛已經係越嚟越沉，或者係越嚟越變得比較消極啦。咁嘅時候，其實就後尾就決定離開啦。咁樣。羅卓瑤97年嘅時候4歲，佢覺得主權交接後初期政治氣氛比較寬鬆。佢參加過2014年佔中，2019年成立過工會。佢唔再好似當初回歸咁樣，可能會有一啲嘅談判妥協，甚至係即係希望即係叫做氹住你香港人先有啲嘅政策或者有啲嘅諗法係咁樣啦。咁但係而家係即係基本上係對異見嘅人士係全面打壓。佢話自己呢一代回歸後成長同出生嘅香港人，呢幾年嘅經歷令佢哋經常思考身份認同問題。我哋呢一代就好明顯，佢就話佢失敗咗，所以佢要改革教育啊嘛，佢更加要改革教育啊嘛，係咪？佢控制唔到你啊嘛，佢更加想要控制你咯。What's happened in Hong Kong is part of that picture of Xi Jinping's total intolerance of any form of dissent. It seems that for him and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day, they emphasize their total power and control as a higher priority than economic success.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一直關注香港問題。佢喺回歸頭幾年都住喺香港，今年3月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依家被香港警方通緝。In terms of the next 25 years, I think that as long as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n Beijing is in power, the outlook for Hong Kong is very bleak. I think it will only get worse. 回歸25年，政治制度同政治環境出現重大改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路
仲可以點樣行落去？當嗰個空間窄到咁樣嘅時候咧，就會好難再有社會運動發生，因為你冇辦法做公共討論。即係換而言之咧，所有嘅東西都應該要喺台底度進行咯。I hope it will be a great city again. But if you have to lock up 90-year-old cardinals, or threaten to, because they raise money to help pay for people's legal costs, what hope is there in a system like that?